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饺子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物，每到春节期间，家家户户都会包饺子，因为它象征着团圆和幸福，大家都很喜欢吃。我们会一次性都会多包一些，放入冰箱冷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。但是很多人煮速冻饺子不是破皮，就是露馅，特别的影响味道。今天小颖给大家分享煮速冻饺子的小技巧，到底是热水下锅还是冷水下锅？很多人都做错了，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饺子不破皮、不露馅，口感和味道跟现包的饺子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盘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饺子。我们在煮速冻饺子的时候，和新鲜的饺子是不一样的。速冻饺子的表面会有一层薄薄的冰霜，有多人在煮的时候会提前拿出来解冻，因为解冻的过程中，饺子会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和水分，这样一来，饺子皮就容易发软，在下锅煮的话，就容易煮烂成一锅面汤，这样煮出来的饺子口感会非常不好吃。所以煮速冻饺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解冻。现在我们先准备自己喜欢的汤料，一把小葱，把它切成葱花，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香菜，把它切成小段，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再加1勺鸡粉提鲜，加1把腐竹，1勺香醋，再加1勺生抽调味，加半勺香油，半勺猪油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条白萝卜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接下来准备起锅，倒入清水，水尽量要多一些，饺子煮起来才不会因为太拥挤而破皮，也不会糊汤。然后开大火把水加热，想要把速冻饺子煮得筋道好吃，不破皮，不露馅，下锅的水的温度非常重要。如果把饺子冷水下锅，特别容易破皮煮烂，因为速冻饺子本身冷冻的时候就是包好的。如果此时冷水下锅，伴随着水温的缓慢升高，饺子由外到里会慢慢加速解冻，此时最外层包饺子捏合处反而会因为水温解冻而先分开，从而导致饺子内的饺子馅都被煮入汤内，在锅中很长的时间飘不起来，就会容易粘锅底，这样就容易使饺子破皮。如果在水开的时候把饺子放进去，饺子就特别的容易胀肚。饺子在长时间的胀肚，饺子皮也特别容易撑破，所以在煮饺子的时候，水的温度特别重要。我们把水温控制在60度左右就可以，而不是开水下锅，因为速冻饺子它是包好冷冻定型的状态，此时热水下锅，饺子皮部分会因为瞬间预热而更快的煮熟，煮熟后的饺子皮是有弹性，不易煮烂的。如果是开水下锅，水的温度太高，沸腾的冲击力强，会导致饺子外皮熟了，内馅还没熟，就非常容易发生破皮露馅的现象。所以煮饺子热水60度左右下锅刚刚好，锅里面的水烧到60度的时候，我们转小火，然后用勺子先舀3勺水，放入碗中备用。这会我们往锅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这时候的水温大概是60度左右，用铲子把盐搅拌溶解。我们加入食盐来煮饺子，可以使饺子在煮的过程中，饺子皮紧致而不容易破皮，而且食盐还可以让饺子上的冰霜
搅拌融化以后，这时不用等水开，我们把饺子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全部放进来之后，我们要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这样可以使饺子不触碰到锅底，那么饺子也不会粘锅了。这会我们要开大火煮，用大火把锅中的水快速烧开，注意这里千万不要盖锅盖，盖上锅盖以后，锅内的温度蒸汽压力过大，这样饺子容易粘锅粘在一起，也会导致饺子煮得不好吃。我们在锅内水温60度左右的时候下入饺子，这样煮出来的速冻饺子跟现包的饺子煮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。锅里面的水完全煮开以后，像这种翻滚的状态时，我们往锅里面倒入1碗冷水，这里要记住是冷水哦，不是我们刚才舀出来的温水。这样做是为了让锅中的温度快速的降下来，把温度降下来是为了防止饺子因为温度过高而一直胀肚而造成破皮，这样饺子就不容易破皮。这会我们要继续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这会我们就不能用大火煮了，要转成中火煮。用中火煮也是为了防止温度过高，这样饺子就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破皮。锅里面的水再次烧开以后，第二次加入冷水，继续用铲子不停地搅拌。饺子再次烧开以后，第3次的加入，我们把刚才盛出来的温水倒进去，继续开中火慢慢的煮，还是要用铲子不停的搅拌，用温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促使热量进入饺子馅里，这样促使饺子熟得更快，不会加生，而且不容易把皮撑破。我们每次点过水之后，都要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这样可以让饺子在锅中受热更加的均匀。我们点过3次水以后，再次烧开的时候就差不多熟了。经过3.3开，饺子煮至像这样全部浮起就是熟了，就可以判断饺子已经熟了。这是我们把热汤舀5勺放入汤料碗中，这个时候饺子就是像这种晶莹剔透的状态，一点也不破皮不露馅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饺子捞出来了，放入热汤碗中，搅拌搅拌，即可享用美食。按照我们这样的方式煮出来的饺子，个个都很完整，不破皮不粘锅。关键是这样做出来的速冻饺子，口感更加鲜嫩，更加好吃，和刚做出来的饺子一样美味，咬一口个个鲜嫩多汁。所以以后煮饺子一定要试试这样的方法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